第206章心愿。博学者，这个序列听名字就有点强了。阅读者途径的序列期叫守知者或侦探，属于偏知识掌握和推理能力的职业，顶多再附带不错的格斗和器械使用能力，算不上厉害。但到了序列6，却似乎一下有了质变，尤其在超凡战斗领域更是如此。看来每条非凡途径在高序列以下都有这么一个节点，但并不会固定在序列几。比如占卜家途径就是序列7魔术师。克莱恩喝了口热咖啡，没多去打探别人的序列秘密，转而笑道：斯坦顿先生，你似乎很放松，一点也不紧张和担心。艾辛格未直接回答，放下刀叉，拿出烟斗道：不介意吧？其实我比较介意，不过贝克兰德的污染和雾气已经这么严重，再吸几口二手烟也不会更差。克莱恩摇头微笑道：这有助于你思考，更准确的说是习惯每天早餐后我都习惯这样。艾辛格弄好烟斗，深深的吸了一口，随着烟气的吐出，他叹息道：恐惧、紧张和担心并不能帮助我们面对威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稍微轻松一点？大脑会因此更加活跃。我的助手就是太容易担心，才遭遇了这场致命的灾难。哎，艾辛格看了卡斯兰纳一眼，继续说道：而且我们的对手是欲望使徒，太过强烈的情绪是必须禁止的。说到这里，他轻笑了一声。最重要的是，我们并非没有别的办法锁定欲望使徒。什么办法？卡斯兰纳将最后一片培根放下，认真问道。艾辛格抽了口烟斗，自嘲般笑道：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我还是更喜欢安乐椅。恶魔们除了有危险预感，并不擅长占卜和预知，所以欲望使徒要想查清楚主要的复仇目标有哪些，必然会主动的调查情况，搜集消息，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一批私家侦探在连环杀人案里做出了卓越贡献？怎么可能准确的锁定你们和我？这样的过程中，他肯定会和许多人打交道，即使做了伪装，也会留下一定的痕迹。再结合机械之星那边给出的模糊影像，就能形成线索了。同样的，他要袭击我，得弄清楚我住在哪里，进出和作息的规律是什么，有没有强力的官方非凡者保护我，这就需要不短时间的观察和相应的打探。同样的，与其他人与固定的场所发生交互，呵呵，一旦有了交互，就会存在线索。我很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知道这句话，罗塞尔大帝说的。克莱恩露出笑容，旋即他有些唏嘘，因为这是他在这个世界第2次听人提及这句话，上一次他还在停更。脸颊肌肉略有下垂的卡斯兰纳则叹了口气道：不愧是大侦探，我就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你的观察和思维能力让我敬佩。艾辛格微笑回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单纯的格斗，我会被你击败一次又一次。夏洛克应该也想到了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他同样拥有出众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是优秀的侦探。其实你刚才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莫名都有些惭愧。克莱恩挤出笑容道：不，你是名副其实的大侦探，而我还相差很远，你真是一个谦虚的年轻人。艾辛格感慨了一句，他笑了笑，转而说道：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入手，你们必须得动用自身的资源和消息渠道了，除开塔罗会相关，我在贝克兰德的资源和渠道有足足1/3来源于您老人家。克莱恩强笑回应道：好的智慧之眼那个非凡者聚会外，他还能找到的只有马里奇和沙伦小姐。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和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有机械之星暗中保护我，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就得直接排除。埃姆林那个吸血鬼倒是可以去见一见，他现在算大地母神的半个信徒，被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庇护着，不会遭遇官方非凡者的定点清除。克莱恩瞬间就想好了之后的方向。卡斯兰纳沉默几秒道：没有问题。克莱恩将剩余的奶油抹到最后一点吐司上，不急不慢的咀嚼咽下，然后才开口问道：斯坦顿先生，你之前似乎有提过某件封印物的开启，它是否能帮助我们对付欲望使徒？是的，上次那只恶魔犬被找到被围住，它的作用至关重要。艾辛格坦然回应道，它的代号是1到42分142，一级封印物，高度危险，可有限利用，即使被克兰德教区，也只能保存1到2件。克莱恩脑海内瞬间闪过了相应的描述，颇感兴趣的问道：它是什么样物品？有什么能力和负面影响？艾辛格笑道：这是黑夜女神教会的机密，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它原本不在贝克兰德。
因为那起连环杀人案才被紧急送来。据说他是一件银色的全身盔甲，上面染着小片干涸的暗红血液，曾经直接导致一个小城的毁灭，因他而死亡的人超过10万。诅咒盔甲。克莱恩用命名的方式反问道。艾辛格吐了口烟气，凝重摇头道，也许不是诅咒，有人称呼它为疯狂的盔甲，嗜血的盔甲。我们教会内部曾经猜测过，它表面染的鲜血有可能来自更古老年代的神灵。刚发现时，它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被当成单纯的古董，被人贩卖，被人收藏。但随着时间推移，与他接触过的那些人相继死去，死状极其恐怖，近乎被分尸。在之后，以他为圆心，死亡往外扩散，不再需要接触，一个小城因此而毁灭。这件事情发生在第5季初期，后续的处理由职业者负责。不愧是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非凡者，了解的历史和超凡事件足够多。克莱恩暗赞了一声，卡斯兰娜则有些担忧地问道，他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吗？黑夜女神教会肯定找到了正确的封印办法，但于我们而言，能不接触就尽量不要接触。艾辛格半是宽慰半是提醒的说道。早餐之后，克莱恩和他进入了之前发生过战斗的那间起居室，卡斯兰娜则先去了盥洗室。望着他的背影，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说道，他似乎是仲裁人途径的非凡者，你的观察力果然出色。艾辛格坐到了安乐椅上，克莱恩边走向单人沙发，边疑惑着低语道，这条途径被王室、军方和古老贵族们严格把持着，外界很少有配方和材料出现。卡斯兰娜有这方面的背景，艾辛格笑笑道，很显然，但到了这种程度，他都没有主动提及相应的事情，就说明确实有些不方便说的原因。他目光含笑，望着克莱恩，言外之意似乎在说，你不也一样？克莱恩干笑2声，坐了下来。等了片刻，卡斯兰娜来到起居室，继续与克莱恩、艾辛格讨论欲望使徒的事情。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的神色忽然变得黯然，感叹出声道，这次是我卷入过的最危险的事件，我不知道我最后是否能活下来。如果我被欲望使徒杀死，我希望我的墓碑上能有这么一句话，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卡斯兰娜声音渐低，刚硬不好相处的感觉里多了几分温柔。艾辛格深有同感地点头道，这同样是我面对过的最危险的敌人。他旋即笑道，如果我因此死亡，而你们还活着，是否愿意帮我把遗物送到伦堡，送到知识圣殿？不要疯狂立 flag。 克莱恩嘴巴半张，不知道该怎么阻止眼前2位侦探。没有问题，但我希望永远没有这一天。他竭力化解道。艾辛格看了他一眼，颇为好奇的问道，夏洛克，你呢？如果你被欲望使徒杀死，你有什么心愿想要别人帮你完成？复活我。克莱恩叹了口气道，我希望能安葬在风光不错的墓地，尸体最好是完整的，洒有圣水和鲜花。他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不要火葬。3人同时沉默了一阵，直到外面传来叮叮当当的门铃声。来者是机械之星那位叫做伊康瑟伯纳德的执事，他的头发倔强挤出了帽檐，让轮廓线条深刻而阳刚的他有着几分难以描述的凌乱感。这一次他没有拿那面叫做阿罗德斯的诡异银镜，不知将对方塞到了哪里。如果有机会，我倒是不介意用一下那面魔镜，看看我忠实的谦卑的仆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克莱恩悠然想到。伊康瑟没有进门，立在那里看着侦探3人组，低沉但语速极快的说道，有欲望使徒的线索了。第207章恶魔家族，西区爱德华街6号。伊康瑟伯纳德按了按黑色礼帽，指着喷泉水池后方的房屋大门，对克莱恩、艾辛格和卡斯兰纳道，我们反向排查了消息和资料泄露的各个渠道，结合描绘出来的侧脸轮廓，以及魔镜另外的帮助，初步锁定了一个嫌疑对象。说到魔镜的时候，你明显停顿了一下，也不知道用什么代价才换取到想要的答案。克莱恩察觉出伊康瑟语气的问题，莫名有点同情对方。就是这栋房屋的主人？卡斯兰娜几乎能确定的反问道。艾辛格斯坦顿则环顾一圈，仿佛在思考般道，选择直接通知我们过来，是因为你们找到了另外的佐证。呵，他从不照相。伊康瑟坦荡回答道，另外周围的居民曾经在附近见过一条黑色的大狗，很多次，这基本可以证明目标就是那个欲望使徒。说到这里，艾辛格忽然失笑，抱歉，我们太心急了，
让你都没有机会介绍嫌疑犯。伊康瑟边绕过喷泉水池，走向房屋正门，边语速颇快的说道：这栋房屋的主人叫帕特里克·杰森，一家小银行的主要股东。据他的邻居们描述，他是一个开朗、热情、乐观的中年男子，一直没结婚，但应该有情妇，好几位。在他的阶层，他雇佣的仆人数量严重不足，每次举行晚宴或舞会，都需要额外从大都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请一批临时的侍者。对此，他的解释是，他的睡眠有问题，太多的仆人会破坏他需要的安静，看得出来，他有许多秘密需要隐藏，所以不敢雇佣太多的仆人。艾辛格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一个仆人都没雇佣的克莱恩略有点心虚的说道。也许只是因为他的财政状况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好，对，这是不能排除的因素。艾辛格踏上台阶，来到正门前。伊康瑟则看了克莱恩一眼，似有恍然的说道：你不雇佣仆人，只让房东的女仆每周做2次临时性的打扫，就是为了掩盖自身是非凡者的秘密。在我所有的秘密里，这是最小的那个。克莱恩故意苦笑道。是的。说话间，伊康瑟伸手推开了正门，一阵难以形容的恶臭从里面飘了出来，腐烂的味道。艾辛格瞬间做出判断。伊康瑟喊过来一名机械之星小队队员。卡尔森，有什么发现？那位叫做卡尔森的非凡者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露复杂的神色道：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尸体，地下室的水泥里，厚厚的墙壁中，花园杂草茂盛的地方，藏着一具又一具尸体，最早的可能要追溯至10几年前，最迟的则是几天前还活着的那些仆人们，他们有的只剩下白骨，有的才腐烂了一点，直视这里就像是人类屠宰场。他说话的同时，后面有机械之星成员和精心挑选过的警察抬出一具又一具尸体，那些尸体有的被完全肢解，舌头、手指、胃袋、眼睛等凌乱摆在一起，有的则只是一堆白骨。看来贝克兰德很多失踪案会因此告破。艾辛格捏了捏鼻子，叹息道。克莱恩看到一条差点拖至地上的肠子，吐了口气，转头审视起房屋各处的情况。机械之星成员卡尔森则又喃喃低语了2句。杰森给仆人们开的薪水很高，给的假期也很多，周围住客的仆人都非常羡慕。杰森的厨师还承诺他的孩子这周会回家一次，带他去马戏团看表演。真是恶魔啊！卡斯兰娜微微动容，环顾一圈。莱恩收敛住情绪，郑重问道：房屋的摆设为什么这样简陋？作为一名银行家，哪怕拥有的银行不大，杰森也应该有名贵的瓷器，出色的油画，奢侈的壁钟，上好丝绸制成的各种物品，为什么现场看不到这些？他家具用的木头还是很好的。卡尔森望了伊康瑟直视一眼，得到同意的颔首后才说道。可以明显看出，杰森为了这次的报复筹划了很久，陆续卖掉了房间内值钱又不太显眼的物品，甚至同意了巴伐特银行对自身产业的收购。在杀掉仆人后，他加快了套取现金的速度，卖出了油画等事物，似乎很清楚自己肯定会被找到。没有抱侥幸心理，行动前他在这里只剩下房屋、家具和一个身份，大量的现金、贵重金属和珠宝首饰不知道被他转移到了哪里。听完卡尔森的描述，克莱恩脑海里忽然冒出了几个形容词：冷静、理智、疯狂。一个真正的恶魔。艾辛格评价了一句，旋即推理道：他头脑很清醒，做事很冷静，但又有强烈的疯狂趋向和冒险精神，这符合之前2次行动表现出来的特点，所以我们得提防他的冒险。克莱恩敏锐把握到了斯坦顿大侦探话语里的重点。是的，艾辛格凝重点头。接下来，几位侦探在房屋内展开搜索，找到了不少可以证明帕特里克·杰森有问题的证据，也看见了那幅挂在起居室内的肖像画，上面是一个颧骨高耸、蓝眼带灰、五官普通、头发整齐厚梳的中年男子，没有任何特色。就在这时，伊康瑟进来，对克莱恩等人道：我们在一个密室里找到了些物品，确认帕特里克·杰森曾经尝试召唤更加强大的恶魔，但不知为什么没能成功，而那些物品也证实了他的身份，他是贝利亚这个恶魔家族的成员，他的真名应该是杰森·贝利亚。贝利亚家族。克莱恩不敢意外地点头。在古老的第4纪，崇拜恶魔的人类势力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叫做拜血教。这个组织内部分化很严重，诺斯、安德雷拉德、贝利亚3大恶魔家族鼎足而立，他们的先祖都曾经接受过来自深渊的馈赠，
他们崇拜一个叫做宇宙暗面的邪神，认为他是深渊的主宰，是必将侵蚀和腐化整个现实世界、整个广袤宇宙的灭世者。艾辛格为野生非凡者克莱恩和卡斯兰娜介绍了几句。伊康瑟摇头补充道，一个分化严重的组织如果没有最终分裂，融合与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各种情况和传闻表明，至少从1000年前开始，贝利亚和安德雷拉德家族就逐渐衰弱，最近几十年更是成为了诺斯家族的附庸。贝利亚家族的标志是五芒星和羊角抽象符号的结合。不管怎么样，贝利亚依然是一个积累深厚的、异常古老的家族，难怪杰森能额外培养一条恶魔犬。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开银行，哪怕不大。在第2季，对应宇宙暗面的古神是恶魔君王法布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克莱恩一阵叹息，一阵好奇。反复搜查后，3位侦探和机械之星成员只能确认帕特里克·杰森就是那个欲望使徒，但无法找到对方目前的位置。克莱恩借口找人帮忙，拿走了杰森在召唤恶魔仪式里使用过的一块手帕，打算有机会到灰雾之上占卜。杰森很好的处理了他经常接触的那些东西。没过多久，伊康瑟找到他们，表情凝重的说道，职业者要带着那件封印物过来，我们先离开。好的，艾辛格和卡斯兰娜同时回答道。至于克莱恩，早就在心里举双手双脚赞成。出了杰森那栋占地面积颇大的别墅型房屋后，克莱恩回头望了一眼，表情逐渐沉凝。他略带疑惑的说道，我认为有个问题不对。什么问题？卡斯兰娜连忙追问道。克莱恩斟酌着说道，提前卖掉了银行，卖掉了产业，卖掉了许多值钱物品，说明杰森事先就已经准备好舍弃当前的身份和生活。如果只是单纯为恶魔犬报仇，动机无法支撑这样的行为，也许他和那只恶魔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呢。夏洛克，大概你不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见过将宠物当成家属的人。卡斯兰娜不认可的说道。旁边的艾辛格郑重道，不，夏洛克说的很对。卡斯兰娜，你知道恶魔途径序列8的古称叫什么吗？卡斯兰娜露出了思索的表情，他似乎听过，但不能第一时间想起。就在这时，克莱恩用低沉的嗓音帮他回答道，冷血者，冷血者。卡斯兰娜咀嚼着这个名称，一下明白了莫里亚蒂和斯坦顿2位大侦探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看到他的反应，克莱恩指着另一个方向道，我们分头行动，从自身的渠道入手。得到艾辛格和卡斯兰娜肯定的答复后，他匆匆离开，但没有急着到大桥南区找埃姆林怀特，他要先去西萨克警局取回那50磅保释金。他已经被证明没有任何问题，艾辛格、斯坦顿和官方非凡者都给出了相应的证词。第208章昂贵的材料。帕特里克·杰森的房屋正门突然被打开，一群穿着黑色那只大衣的职业者小跑入内，他们的神情警惕又戒备，仿佛面临着极端恐怖的敌人。噔噔噔，一具银色的全身盔甲走了进来，他给人的感觉异常沉重，各处细节都遵循着古老的风格，而左肩斜着往下腹区域则沾染着一片泼洒式的无法清洗的暗红血迹，再配合其余地方的溅射式红点，构成了一幅很有妖异美感的画面，如同独特而华丽的装饰。安魂师索斯特掏出怀表看了一眼道，换人银色全身盔甲停了下来，抬手掀起面甲，露出了里面的穿戴者。那是一位墨发碧瞳、颇为英俊的男子。伦纳德，2楼主卧盥洗室已经准备好热水，不要耽搁时间，否则你就只能回归女神的怀抱了。索斯特叮嘱了一句。是。索斯特队长伦纳德·米切尔在其余职业者帮助下脱掉了那沉重的染血银甲，戴着红手套的他没有寒暄，没有犹豫，直奔2楼，找到了还蒸腾着白色雾气的浴缸。刷刷刷，伦纳德飞快脱光衣物，躺进了热水里，连鼻子都没有露出。他的皮肤迅速变得通红，就像煮熟的龙虾，表面则渐渐有一道道伤痕般的诡异银纹沁出，那些银纹如同纯净的刀剑光芒般不断往外扩散，融入了热水。也就10几秒的功夫，蒸汽的白色雾气消失了，热水表面甚至凝出了一层薄而透明的浮冰。直到银纹全部发散干净，伦纳德才翻身坐起，大口喘气。他微侧脑袋，如在倾听什么，接着压低嗓音道，老头，你知道1到42分的来历吗？他脑海内当即响起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你越来越不礼貌了。
我并不知道那套奇怪盔甲的来历，不等伦纳德再问，他嘿了一声，但我大概认出来了那片鲜血的主人是谁。伦纳德好奇问道。那略显苍老的声音低沉说道：大灾变前的一位古神，大桥南区，月季花街，丰收教堂。克莱恩刚踏入安静的祈祷厅，就看见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和吸血鬼埃姆林怀特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的坐在椅子上，双手十指交触，掌心虚寒，摆在嘴鼻前。这是属于大地母神教会的专有祈祷姿势。此时此刻，埃姆林怀特神情温和而安宁，完全看不出来之前的傲慢和烦恼。克莱恩微动嘴角，默默在胸口画了个三角圣徽。他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等到祈祷结束，才走至埃姆林怀特的身旁，笑着说道：今天的你格外虔诚。什么？埃姆林一下惊醒，脸色惨白的自语道：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声音渐低，似乎已经回忆起了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克莱恩用毫无说服力的话语宽慰了对方一句，旋即坐至吸血鬼的旁边。我并不想听见别人这么说，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抗拒感越来越少了。埃姆林黑沉着一张脸，用略带哭丧意味的嗓音道：可是我不想背叛月亮。克莱恩没继续刚才那个让吸血鬼伤感的话题，随口问道：你们血族崇拜的是原始月亮，还是代表月亮的某位神灵？或者说两者可以划等号？都有。埃姆林微抬起下巴，对于正统血族来说，当然是信仰代表月亮的那位神灵。他叫莉莉丝，是我们血族的始祖，一位古老的神奇。而人类变成的血族更倾向于崇拜原始月亮。正常情况下，两者可以等同，但某些时候并不重叠，有所区别。人类变成的血族，克莱恩对埃姆林怀特能说出莉莉丝这位第二纪古神的名字并不意外，反倒更在意所谓的人类变成的血族。这就是阿兹克先生提过的吸血鬼序列。他默默想到。埃姆林表情略显复杂的说道：对，这分两种，一种由强大血族给予初拥转化而来，一种服饰对应魔药变成，后者是我们最憎恨的敌人。为什么？克莱恩隐约猜到了答案。埃姆林咬牙回答道：他们魔药的主材料就是我们的血缘精华。果然。克莱恩忍不住侧头，上下打量了埃姆林几眼。被他看得有点莫名紧张的埃姆林哼了一声：你已经是非凡者，你没法再转换途径了。我只是第一次看见行走的，不，活着的，不，能说话的非凡材料。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位人类非凡者也是这样的材料。克莱恩原本只想在心里随意调侃一句，但迅速泛起了强烈的悲哀。这时埃姆林看了眼正仔细擦拭生命圣徽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压低嗓音道：我找到两种你要的材料了。是什么？克莱恩没去掩饰自己的欣喜。埃姆林流畅的回应道：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异变垂体和他的血液。对方的要价是前者2000磅，后者100毫升300磅，总计2300磅。2300。克莱恩脱口而出：能便宜一点吗？拿回宝石金后，他目前所有的现金总计2185磅。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充裕的存款，有的也许一生才能攒到这么多钱，但克莱恩却发现这还不够。不能，如果不是我，他原本想要2800磅。按照约定，你得额外支付我150磅的报酬，总计2450磅。埃姆林摇头说道。看了眼克莱恩的表情，他忙又补了一句：现在这个时代，巨龙稀少罕见，除了生命悠长的血族，你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类似的非凡材料，即使有，也会比这更贵，还差265磅。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钱，即将全部清空，而且还不够。希望倒吊人先生尽快把狼人的非凡特性卖出去。接下来还有人皮幽影的特性和深海那家的头发，不会比这便宜多少。小太阳那边还无法确定情况，得安分守己一段时间。他欠我的报酬，最好还是用去除神奇物品内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来偿还，这比较隐蔽。克莱恩瞬间念头分成，只觉窗外的光亮都暗淡了不少。他深深吸了口气道：好，但成交得延后一段时间。我最近惹到了一个家伙，正被官方非凡者保护着。你应该不希望那位卖家被关到教堂地底吧？而且我还得凑集剩余的资金。克莱恩微扬脑袋，看向教堂的穹顶。官方非凡者。埃姆林怀特吓了一跳，猛地站起，左顾右盼。克莱恩瞥了他一眼道：不用在意，
你现在是大地母神教会的神父，拥有合法的身份，而且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会庇护你的。我不是。埃姆林的否认异常无力，他重新坐了下来，突发奇想到，那些官方非凡者能解决心理暗示这个问题吗？也许可以。克莱恩险些失笑，但那样一来，你大概率会变成黑夜女神、蒸汽与机械之神、风暴之主的信徒。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成为军方特殊部门的一员，他们或许会派你去国外做间谍，勾引哪位贵族夫人。我只喜欢人偶和纯净美丽的少女。埃姆林当即强调道。看得出来，你有点心动，但只有一点。克莱恩转而问道，你认识贝利亚家族的人吗？在贝克兰德的贝利亚，那个崇拜恶魔的疯子家族？不，他们本身就是恶魔。埃姆林愕然脱口，你找他们做什么？克莱恩无奈道，我得罪的就是他们的议员帕特里克·杰森·贝利亚，因为一起连环杀人案。你帮我在你的圈子里打听一下他最近的下落和认识的熟人，如果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给你报酬的。这是情报的重要程度不同而不同，当然，这都是可以拿给职业者、机械之星和军方报销的。克莱恩放松的想着，埃姆林若有所思的点头。你竟然敢招惹一个真正的恶魔，等你有了他的确切消息，他就会知道你将对他造成严重危害。没关系，我有官方非凡者保护。克莱恩不甚在意的回答。埃姆林一时无言，隔了几秒才道，好，我试一试。消息的报酬最低20磅。敲定这件事情后，克莱恩没再停留，起身走向了教堂大门。他满脑子都是接下来该怎么凑钱的问题。魔术师小姐的新书已经出版，应该会有一笔不菲的保底稿费，后续还有版税，也许可以向他推销占星人魔药配方。可是他戏法大师的魔药材料都还没有凑齐。正义小姐加入了心理炼金会，我也没配方能卖给他。出售知识，狼人的非凡特性也就1200-300磅的样子，可能还会更低。难道要出一件神奇物品，或者想办法把埃姆林·怀特弄成愚者的信徒，以去除心理暗示为代价收取奉献？对了，杰森·贝利亚携带着大量的现金、珠宝和贵重金属，如果能找到他，也许能分一笔。思绪纷呈间，克莱恩走出教堂，看见了昏暗的天空和稀薄的雾气，他轻叹一声道，缺钱啊。回到明斯克街，克莱恩拿着厚厚的一叠报纸，走入了盥洗室，摆出长期抗战的姿态。他要去灰雾之上，借助杰森那块手帕占卜对方的下落。第209章，真正的杰森。明斯克街15号盥洗室内，克莱恩从衣物暗袋里抽出张纸人，随手一抖，化作替身。他让那替身坐到马桶上，手拿报纸，蒙蔽他人，自己则借此躲到阴影里，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这一连串的操作比魔术还魔术。恢宏古老的宫殿内，克莱恩坐到青铜长桌最上手，让杰森·贝利亚的手帕局限于面前。这只是投影，但也能用来占卜，前提是手帕未离开他现实世界的身体。最早在廷根市占卜变异的太阳圣辉时，克莱恩借助的就是投影。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懂得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无法将有灵性的物品带到灰雾之上。当然，用投影和用本体占卜，效果上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所以，能用本体的时候，克莱恩都尽量使用本体，但他现在正被官方非凡者保护着，举行仪式没那么方便。要是被人发现他白天蹲马桶还要点根蜡烛，那就麻烦大了。如果确实能占卜出杰森·贝利亚这个恶魔的下落，只是启示不够清晰，那我就冒次险召唤自己。把手帕带上来，克莱恩咕哝了一句，具现出羊皮纸和原副钢笔，写下了占卜语句。杰森·贝利亚目前的位置，正常来说，依靠一块对方只在某次仪式里使用过的手帕，是无法占卜目标行踪和下落的，因为联系不够紧密，且有太多的干扰，比如很容易招惹到仪式指向的那位深渊大公。但对克莱恩而言，干扰是可以排除的。所谓的深渊大公，顶多就是个高序列的恶魔，并非深渊的化身宇宙暗面。而他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招待的对象是永恒烈阳、真实造物主等神灵差一点的，也是至少天使级的门先生，并且至今没有翻船。至于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只能得到灰雾一定加成的克莱恩也无法解决，只能试一试，碰个运气，也许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高序列胜者后，才有相应的把握。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举行仪式的时候，身、心、灵状态最为统一，也最容易与外界交感。
如今勉强算是神秘学专家的克莱恩低语一句，握住手帕和书写有占卜语句的羊皮纸，往后靠住了椅背。他迅速进入冥想状态，并不断默念杰森·贝利亚目前的位置。7遍之后，克莱恩沉沉睡去，来到了梦境世界里。灰蒙蒙的天地中，无数画面不断闪烁，彼此间断，极为发散。很快，一幅画面变得清晰，并占据满了克莱恩的世界，让他似乎进入了那个梦。梦境中，灯光昏暗，书桌暗红，一道人影立在凸度窗前，眺望着外面的花园。花园内有玻璃拼成的棚子，里面朵朵玫瑰绽放，在12月的寒冷中鲜红欲滴。那人影的模样投影到了窗上，是个身材中等、鹤发微卷、棕眸冰冷的男子，外表年龄也就30来岁。我不是在占卜杰森·贝利亚的位置吗？这是谁？感觉有点熟悉啊。克莱恩一阵疑惑，但未做思考，任由灵性继续保持发散的状态，仿佛在漫游某个神秘世界。他迷惑刚落，那男子就转过身体，走向了房间一角，那里摆放着2个颇大的皮质手提箱。男子蹲了下去，打开其中一个箱子，里面整整齐齐的码着一叠又一叠钞票，压着一根又一根金条。露在外面的钞票全是10磅面额的，金条则都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那男子从手提箱的暗袋里抽出了某样物品，随手一抖，将它展了开来。这是张略显苍白的人皮，完完整整的人皮。男子快速脱光自己，将人皮套到了身上，只是10来秒的时间，他就变成了颧骨高耸、蓝眸带灰、头发整齐厚梳的杰森·贝利亚。到这里，画面豁然破碎，克莱恩睁开了眼睛。难怪杰森敢冒险，原来这10几年里，他一直披着张人皮，从未暴露过真正的模样。不愧是冷静又疯狂的恶魔，克莱恩忍不住感叹了一句。杰森将自己的肖像画留在房屋里，并未让艾辛格等人有所怀疑，因为周围的居民都见过他，清楚他的长相，即使没有画像，以官方组织非凡者们的能力，也足以还原出来一副，效果甚至可能比照片更像照片。所以杰森也就没必要没动力去毁掉类似的东西，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事情。谁知道他在这最正常不过的地方还预留了诱导，如果按照肖像画去寻找，即使职业者有封印物1到42，也没那么容易锁定目标。而且他2次行动时都有利用本身的能力遮掩住脸庞，谁能想到被严密隐藏和保护的脸庞竟然是假的？克莱恩从杰森的身上品出了狡诈的味道，他揉了揉额角，开始回想梦境占卜中看见的画面。一个有玻璃温室的房屋，这个特征相当明显，类似的建筑在贝克兰德不会太多，但问题在于我该怎么上报？我刚对机械之心说出这件事情，杰森肯定就已经察觉到危险，警惕的开始伪装转移，直接找有封印物1到42分的职业者。遇到熟人怎么办？我可不想变成骨灰被撒到塔索克河里，而且也不能急着上报，我刚刚才展开行动，不可能那么快就从消息渠道获得反馈。那家伙真的带着大量的现金和珠宝，整整1箱子的钞票啊，总体价值说不定会超过5万镑。克莱恩思绪偏飞，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决定先等待2天，再通过合适的办法将获得的启示告知负责此事的职业者。占卜告一段落，他回到现实世界，解除掉替身，自己蹲到了马桶上。下午时分，准备出门的克莱恩随手扔了个硬币，这一次他得到的启示是此时此刻不宜出门，出去会有危险。克莱恩毫不犹豫，重新坐回了客厅。过了大概20多分钟，他听见门铃轻响，发现是艾辛格·斯坦顿来拜访自己。斯坦顿先生，你有收获了？克莱恩颇感欣喜地问道。艾辛格指了指门厅后方，我们进去再说。好的，克莱恩让开了道路。分别坐在相对的2组沙发上后，艾辛格拿着自己的猎鹿帽，吸了口气道，那个欲望使徒又出现了。见克莱恩保持着沉静，他满意点头，继续说道，有2位侦探的家属不愿意被保护，觉得自己不会被牵连，所以留在了外面。今天午餐时，他们被发现死在了各自的办公室内，一个是太过恐惧，吓死了自己，一个则非常兴奋，耗光了最后的精力。他们太固执了，不愧是暴君的信徒，但这样一来，待法者就正式介入了。据说几大教会和军方的高序列强者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把欲望使徒的事情摆在了最近最重要的位置，你是希望我不外泄你知识与智慧之神信徒的身份？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反问道。侦探之间说话果然轻松，艾辛格微笑颔首。没问题，克莱恩先做出承诺，转而说道，我有些消息渠道不便于暴露，如果之后从那里反馈来价值颇高的情报，我希望你帮我转告职业者，并保守秘密。至于为什么是找职业者而非机械之心，他相信自己不用说得太明白。以斯坦顿大侦探的智慧，用脚趾头都能想清楚。艾辛格先是答应了克莱恩的请求，接着疑惑道，你告诉我，也等同于让杰森提前察觉，希望能找到好的规避办法吧。也请你帮忙多想一想其他可能，你那枚戒指应该能模拟不少非凡能力。克莱恩坦然回应。好，艾辛格没再多说，他沉吟几秒，掏出烟斗嗅了一口道，欲望使徒今天的行动让我的一个猜测被证实，呵呵，也是你之前想到的问题，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复仇。克莱恩听懂了对方的话语，艾辛格前倾身体，郑重说道，既然杰森已经过了冷血者这个阶段，就表明他肯定有变得冷血，不可能为那只恶魔犬做到这种程度。夏洛克，你看，到现在为止，贝克兰德所有的官方非凡势力都被调动了，就连高序列强者也将更多的关注转移到了这件事情上。这种时候，杰森如果想对付另外的真正的目标，是会容易很多。克莱恩略一思索，沉声回应道，很有道理。交流了一阵，艾辛格继续去找卡斯兰娜。克莱恩抛了硬币后，按照预定计划出门，前往克拉格俱乐部。他们都暂时未对官方非凡者透露自身的猜测，害怕因此对杰森造成危害，使他放弃行动。刚进入克拉格俱乐部，克莱恩就在大厅内遇上了外科医生艾伦。好久不见，他笑着打了声招呼。最近太忙了，艾伦友善的回应，只是习惯性保持冷淡的表情。而且我妻子最近怀孕了，我又要做爸爸了，祝贺你。什么时候的事情？克莱恩随口问道。艾伦想了想道，最近才确认的，应该有1个多月了。1个多月？克莱恩先是一怔，旋即望向对方的眼睛。第210章起风。对，1个多月前，艾伦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金边眼镜，做出肯定的答复。1个多月前，不就是你被威尔昂塞汀有关的噩梦困扰的时候吗？克莱恩又是惊讶又是疑惑，但并未让情绪表露于脸上。瞬息之间，他联想到了自己做的2次占卜。威尔昂塞汀正处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内，外面有流水哗啦的声音，难道那是羊水或者血液的表征？克莱恩心中一凛，忽地有所恍然。在看向艾伦医生时，他的眼神已颇为复杂。他怀疑对方妻子怀的是威尔昂塞汀，一条水银之蛇。在神秘学的象征符号里，水银之蛇首尾相接，自己吞噬自己的尾巴，有暗含命运循环的意味。威尔昂塞汀为了避开敌人，主动的提前的隐蔽的开启了新循环。克莱恩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做着猜测。艾伦医生完全没察觉到他竭力掩盖的异常，微笑说道，他一定会是个可爱的家伙。等他出生，我会举办一场宴会，庆贺他的到来。夏洛克，到时候不要拒绝我的邀请。也许是他，克莱恩笑着回应了一句。坦白的讲，他有些好奇，想看看新生的水银之蛇究竟处在什么状态。不过他也有些畏惧和担心，毕竟水银之蛇是怪物这条命运途径的序列1，并牵扯到了对神灵之位的争夺，谁也无法确定后续会一片坦途，安稳幸福。对艾伦医生而言，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威尔昂塞汀是否善良是一方面，另一条水银之蛇会否发现是另一方面。而威尔昂塞汀目前也没做什么事情。告知职业者似乎有点残忍，我一直能理解野生非凡者，先安静的旁观发展，不掺和，不利用，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我解读错误，想的太多了呢。也许威尔昂塞汀根本就不是什么水银之蛇。也许艾伦医生夫人怀的孩子很正常。克莱恩一下闪过了诸多想法。那就更好了，艾伦颇为期待的说道。克莱恩思索着，又问了一句：“你最近还有做噩梦吗？”“偶尔，但都是正常的噩梦，不再有威尔昂塞汀。”“夏洛克，感谢你的开导。”艾伦诚恳的说道。“不，这才不正常。作为一名键盘强者，我有限的心理学常识告诉我，后续偶尔梦见威尔昂塞汀才是正常的事情，这来自于受刺激后的标准反应。既然对方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
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那肯定会映射入梦境里，所以正确的变化是偶尔还会梦见威尔昂塞汀，但梦境已不太清晰，甚至刚起床就已忘记具体的内容，只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克莱恩又笃定了一些。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乌拉的声音。他下意识望向大厅之外，只见半空的昏暗被狂风吹散，淡黄色的稀薄雾气随之被清扫一空，没有树叶的枝桠摇摇摆摆，大风拖出了一道明显的痕迹，直奔东南方向。几秒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平静如初。贝克兰德的冬天很难看见这种大风，至少我没有任何印象。艾伦也望着窗外，感慨了一句：“这不是正常的风，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压住疑惑，找借口去盥洗室做了次普通的占卜，未得到有效的启示，他暂时将此事抛诸脑后，准备去地下靶场练枪。可这个时候，穿红马甲的侍者穿过了温暖如春的大厅，来到他的身边，恭敬说道：“莫里亚蒂先生，您的朋友找您。”“谁？”克莱恩略感愕然的反问道。“伊康瑟·伯纳德先生。”红马甲侍者回答道，“那位经常被动理发的执事。他忽然找我做什么？有新发现了。”克莱恩当即走到了俱乐部的接待大厅。伊康瑟按了按被蓬松头发顶起的帽子，迎了过来，压低嗓音道：“带法者找到帕特里克·杰森·贝利亚了。”“怎么找到的？”克莱恩半是惊讶半是好奇的问道。根据他占卜获得的启示，杰森·贝利亚始终披着张人皮，真正的长相和气息不是被确定的那样，几乎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找到。伊康瑟环顾一圈道：“我不清楚，我刚收到这个消息。”他指了指门外树上停着的一只洁白小鸟，那小鸟正悠闲地用嘴喙清理着自己的羽毛。不等克莱恩再问，伊康瑟大致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带法者找到线索，确定了杰森的下落，但这个恶魔提前察觉到了危险，抢在包围合拢前强行杀掉了2位带法者逃走，这让风暴教会的高层非常愤怒。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亲自进行追赶，刚才你应该有看见一场狂风，那就是他造成的。他是风暴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也是整个风暴教会的枢机主教之一。听起来很正常，但感觉很奇怪。按照艾辛格先生和我的猜测，这也能理解为杰森这个欲望使徒在引开高序列强者。克莱恩斟酌着问道：“确定被发现的是杰森·贝利亚吗？”伊康瑟的表情一下变得凝重，语气颇为古怪的回答：“我试一试。”他示意克莱恩跟着自己外出，上了一辆停靠在街边的宽敞马车，里面还有2位机械之星成员。伊康瑟吸了口气，从衣物内侧特制的口袋里取出了那面花纹妖异的古老银镜。做完前序工作，他脸色黑沉的说道：“尊敬的阿罗德斯，我的问题是，帕特里克·杰森·贝利亚目前的位置四周光芒忽有扭曲，仿佛雨后的灯火，银镜之内则迅速浮现出一幕场景。那是一艘扬起了风帆的内河航船，颧骨高耸，蓝眸带灰，头发整齐厚梳的杰森·贝利亚按着鸭舌帽，竖起大翼领口，匆匆忙忙遮遮掩掩的进入了船舱。他果然要逃离贝克兰德，神之歌者好像就是往码头区赶去。”一位机械之星女性成员恍然说道：“这暴露的也太容易了吧？”克莱恩则满是疑惑。伊康瑟没去在意这些，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银镜表面。这一次，只有回答问题这个选项，错误或撒谎将遭遇可怕的惩罚。很快，镜面勾勒出了一个个鲜红如血的单词。如果你喜欢的男人浑身长满疙瘩，或是褪掉表皮，只剩血肉，或是变成怪物，但能交流，你还会喜欢他吗？好羞耻的问题。等等，男人。克莱恩险些侧过脑袋，望向伊康瑟。伊康瑟缓缓吐了口气道：“会，但我将亲手杀掉他。”很诚实，银镜表面浮现出了新的单词组合。这问答游戏简直是公开处刑啊！克莱恩很想伸手掩住脸孔。他看了看另外2位机械之星成员没有异常，或者说假装没有异常的表情，犹豫着说道：“我总觉得太容易了，或许那不是真的杰森·贝利亚，但杰森·贝利亚指向的就是他。”伊康瑟打算将银镜收起。克莱恩想了好几秒，组织着语言道：“不，我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抛弃固有的一些判断。我们要找的是那个欲望使徒，不是杰森·贝利亚，两者不一定就完全等同。这是我作为侦探必须提出的一点。”国王大道上，一辆豪华马车离开了王国医院。马车上铺着地毯，摆有躺床、沙发和桌子等家具，
就像一个移动的房间。穿着深蓝色海军上将服的本代尼根公爵帕拉斯正端着水晶打磨成的杯子，喝着鲜血般的奥尔米尔葡萄酒。他边品尝美酒，边思索着说道：邀请霍尔伯爵明天来做客，我想和他谈谈提高工厂工人报酬、改善他们劳动时间以及修订济贫法的事情，这都是他最近极力推动的议案，他应该很有兴趣。黑夜交汇怎么突然关心起这方面的事情？邀请的时候可以先向霍尔伯爵透露我希望讨论的事情。选举的财产限制是必须的，不能降低要求，否则那些驱使着大量工人的家伙必将占据更多的一席。还有，将最近对无效选区的攻击压下去。刷刷刷，旁边的秘书飞快记录着尼根公爵的吩咐。说完之后，尼根公爵叹了口气道：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贵族的地位，但我们之中没用的家伙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不少人欠着那些富豪的钱。这时，马车没有往皇后区方向拐，直奔前方而去。作为国王之外最大的土地贵族，尼根公爵有不少情妇，但在风气相对保守的鲁恩王国，这是容易被政敌攻击的地方。所以，即使贵为公爵，他去情妇那里的时候也得偷偷摸摸，但这似乎给了他更多的乐趣。今天他要去最近2-3年最宠爱的那位情妇处，一位刚满20岁的少女。拿出一瓶用木乃伊尸粉调制成的药剂喝下，尼根公爵忍不住摸了摸脖子上悬挂的饰品，那是一个深蓝色的拇指大小的海螺。它是风暴教会在上次麒麟格斯刺杀事件后专门提供的神奇物品，只要尼根公爵一吹响，圣风大教堂内的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就能听到动静并锁定位置。为了保护自己，尼根公爵甚至将几位情妇的住所更换到了乔伍德区，更换到了距离圣风大教堂不远的地方。马车缓缓行驶，来到了一栋极为奢华的房屋前，一眼望去，花园内有个玻璃温室，里面开满了鲜红的玫瑰。